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后第3天，林天阳喝醉酒，第一次对我家暴。天一亮，我收拾东西要回娘家，他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：“老婆，我混蛋，我不该打你，再没下次了，对不起老婆，你打我。”他拿着我的手往他身上打，我甩开他的手，置之不理。他又在地板上足足跪了小时，我心软原谅了他。我扶他起身，他举起3根手指天发誓：“老婆，再打你我就不是男人。”这件事就此翻篇。他收敛了半个月，期间温柔小意，只要我吩咐的事情都乖乖照做，把我哄得开开心心。在我以为日子就这样幸福过下去时，他又变了。这天晚上，他短信发给我，他们晚上公司有聚会，让我自己先吃晚饭。我叮嘱完让他别喝酒后，就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醒来已经半夜1点，林天阳居然还没回来，怒火蹭一下冒上胸口。我拿起手机拨通他电话，他的手机铃声从门外传来。我看向猫眼，没有人。我小心地打开了门，只见他坐靠在门上，随着门打开，没防备地倒在了地上。林天阳又喝醉了，我拽起他胳膊，健壮的身躯稳稳地躺在地上，纹丝不动。好不容易把他拖进客厅，我关上门，气得上前狠狠踢了他小腿一脚。他醉酒的眼神一下变得阴狠，踉跄站起身，变脸抓起我的头发推搡我。啊！林天阳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头皮被拽得一阵阵发麻。我发狠用指甲狠狠插入他手背，狠力抓下，他受痛甩开我，我摔在地上一阵阵发晕。缓过来，我抬头，咒骂的声音还没发出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林天阳抽出皮带，喘着粗气，阴沉地走向我。我带着哭音试图喊醒他：“天阳，你看看我是李娇啊。”他打了个酒嗝，眯着眼停下来看我。我以为他清醒过来了，松口气时，下一秒他甩着皮带抽在我身上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贱人，贱人！”他的模样像是失去理智，力道极重。我发出痛呼声和哭声，双手撑着地板，勉强起身逃向卧室。还没跑2步，头上的头发又被他拽在手里。“你还逃，贱人！”他抬手一巴掌重重掴在我脸上，打得我跌倒在地，嘴里的血腥味蔓延在我嘴里。我身体发软，瘫软在地。他抬脚往我身上狂踢，我一声不吭，不敢出声。身体传来一阵强烈的刺痛，眼前一暗，耳边回荡着他的斥骂声，所有感官都变得模糊起来，仿佛下一秒我就飘离了这个世界。见我像死尸躺在地上，他打累了往沙发上一躺，没一会儿就发出呼噜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撑起身子，害怕往卧室里逃去，都着手反锁上门，狂跳的心才渐渐平静。靠着门后，身子慢慢滑落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哗哗而下，双手抱膝，头伏在膝盖里，痛哭流涕，抽搐着身子，都着手从裤兜拿出手机。我拍了身上的伤痕，发给林天阳的爸妈，又打电话给我爸。娇娇，我的眼泪一下落下，带着哭音，一边说着抽泣：“爸爸，天阳他喝醉酒打我。”他带着睡意的声音传来：“男人醉酒了做不得数，肯定是你先打的他吧？你也是，别老欺负他。”老是甩着脸指挥天阳：“现在嫁人了，你要收起脾气，知道不知道？”我喉间一梗，觉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挂掉了电话，全身冰冷。
自从林天阳之前在我爸面前控诉我老是指挥他做事，爸爸就对我有点小意见了。这次他更是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怪我，委屈一阵阵涌上心头，狼狈地用手背擦掉眼泪。喂，信上弹出了消息，我点进去一看，林天阳妈妈发来语音：哎呀，天阳这混小子怎么把你打成这样？娇娇你乖，明天妈妈说他，你别伤心了哈，早点睡哈，很晚了。林天阳爸爸，他喝醉了发酒疯，夫妻小打小闹是正常的，不要往外说，不要丢人现眼。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，眼里满是疯狂的仇恨和绝望，眼泪横流，几近崩溃，心中的不甘将我包围。我劝自己冷静下来，抬起手背胡乱抹掉眼泪。我打开门，林天阳还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巨大的波涛在我胸膛里横冲直撞，我双目血红，盯着他沉默不语。我转身走向工具间，从箱子里拿出榔头，单手握着榔头，坚定地走向林天阳。家暴有一次，就有无数次，我是傻了，上次才会心软原谅他。压制着乱跳的心，我俯下身子，用足力气拍着他的脸。他悠悠转醒，半眯着眼睛，看不清我。我嘴角缓缓勾起，举起手上的榔头，狠狠砸向他小腿。啊！小腿传来咔嚓声，他捂着腿痛呼出声。他的眼神变得清明，脸色骤然大变。我又扬起榔头砸下，一锤落在沙发上，他躲过了。娇娇，你干嘛？我发狠，又一榔头砸过去。他拖着伤腿躲闪不及，又被我锤中手臂。啊！他脸色苍白，另一只手捂着受伤的手，坐在地上哀嚎不断。他坐在地上警惕地盯着我，我无辜地看向他，我的情绪无法控制地肆虐我的内心，让我陷入了种疯狂状态。不过我还稍许保留理智，为了眼前的男人搭上我下半辈子，那我多不值得。我扬着温柔的笑，天阳，你刚发疯打我了，我以为你鬼上身了，我现在在救你。我缓缓走向他，榔头拖地发出声响，他眼中震惊又害怕，脸色煞白，与刚才打我的时候判若两人。你清醒了吗，天阳？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声音，让他不寒而栗。他使劲点头，悄悄往后退缩。我对他笑笑，不顾他震惊的表情，转身回到卧室，颤抖着手反锁上门。我手心冰冷，气喘吁吁，心跳如鼓，仿佛要跳出胸腔。我奋力喘着粗气，握紧拳头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指甲掐入手掌，疼痛让我稍稍冷静。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把榔头放在床头，盖上被子，被子的暖度还是止不住我颤抖的身子。我紧捏着榔头，紧盯着房门，害怕他下一秒就破门而入。撑到最后，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。天稍稍亮，我吓得一激灵醒来，看向手机。早上7点，昨晚的作为让我破罐子破摔。我拿着榔头打开房门，看见林天阳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。我笑了，无言的气笑了。我站在沙发前盯着他瞧，他应该是感觉到注目礼，缓缓睁开眼，看到我披头散发看着他，他吓得哇哇大叫。呵，打我的时候不是很勇吗？现在又怕什么？我不出声盯着他看，他收起叫声，喘着粗气，警惕地看向我手中的榔头。我要去医院，你去不去？我冷声问他，他弱弱回一句，去。他用没受伤的手撑起沙发，单脚站起，不顾他的不便。我换衣服洗漱后出门，他拖着受伤的脚，发出吸气声，跟在我身后。我故意穿着短裤背心。到了医院，医生护士看到我们两人的惨状，
都惊呆了，护士更是围着我瞪着林天阳，看着他语气不善地说着：“小姐，要不要我帮你报警？”我盯着紧张的林天阳，摇摇头：“不用了。”护士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后面检查到林天阳的手和脚的时候，才收起了可怜的眼神。林天阳的小腿和手都骨折，手脚绑上石膏，我们都统一默许，没有告诉双方父母住院的事情。毕竟是他先打我的，我要是报警的话，对他也没有好处。住了3天院，医生说我是皮外伤，让我出院休养了。林天阳伤势比较重，要住1个月的院，期间我都没管他死活，他自己心虚找了护理，更是好面子，跟公司的人说出去度蜜月了，暂时不去公司。我跟林天阳认识是在刚进公司的时候，他是隔壁小组的组长，在公司他处处照顾我，我很快上手公司业务。在我完全上手的时候，他选择了跳槽。他跳槽那天，当着全组的人向我告白：“李娇，我辞职了，我们可以谈恋爱了。公司有规定，不能办公室恋情。”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拒绝了他3次表白。我刚出学校，充满干劲，只想好好赚钱。即使对林天阳再有好感，我也理智对待，并没有接受他私下谈恋爱的请求。那时我满心感动，答应跟他交往。恋爱会使女人发傻，这句话说的完全没错。跟林天阳谈恋爱，整个心都扑在他身上。后面我升到公司组长，好消息还没来得及跟林天阳说，他就跟我开口要回老家创业。我掩盖失落，极力赞成他。之后2人分居2地了。分居1个月，我疯狂地想他。自从他走后，我整个人失魂落魄。一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公司楼下，我心中悸动不已。抱着他的时候，觉得世界唯独剩下我们2个。他请求我去他千里之远的老家帮他，拗不过他的请求，我恋爱脑的答应了。那时候的经理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替你开心，娇娇。不过，女人还是以自己的事业为主，希望你能理智对待。”那时候觉得经理大龄剩女在酸我，现在回头想想，人家明明就是在点化我。拉上2个行李箱，我随着他到达他老家，随着他一起从头开始。公司在我们的努力下，公司慢慢有了名气。婚后，我听他的话，在家备孕，当起了家庭主妇。越想越伤心，还好现在还没有小孩。不幸中万幸，出院后我报了个泰拳的训练班，高价找了个1对1指导，全场最贵、拳击术最强的男教练。当前台通知他有人报了他的班时，他略显惊讶。后面我才知道他是老板的朋友，耐不住老板的要求，把他挂在门口做招牌。他不想教学员，所以他的价格定得死贵，就是不想有人报他的班。想不到我居然报了。教练刘云见到我的第1句话就是：“李女士，我的价格是别的教练的5倍，你有没有考虑换个教练？我可以给你介绍的。”“不用，我就要你教，我想快点学会。”见到我坚定的眼神，他不再劝。刘云拿着靶子上下移动着，我把靶子当作是林天阳，我拳大力出击。刘云停了下来，不赞成道：“你这样出蛮力，明天还想不想练了？按我早上教你的出拳。”我按下对林天阳的怨恨，静下心出拳练习。夜幕降临，他收起靶子，赞许地看向我：“不错，明天下午6点半你再过来，白天你没事可以先过来练练你的肌肉。”好。经过1个月的锻炼，我能跟刘云对打10几招，当然这也要看在他放水的状态下，我才能跟他对打下去。这天我看见家门口摆着男鞋，是林天阳回来了。
我进到屋里，他迅速站起，委屈地看我。娇娇，我错了，你怎么忍心1个月不去看我？我好想你。说着上前拥抱我。我推开他，林天阳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从抽屉里拿出离婚协议书，公司我有1半的股份，这套房子没有写我的名字，我要求他1半的财产，200万。这套房子和公司股份我都不要。他拿起离婚协议，愤然撕碎，面目狰狞，嘴里吐出5个字：我不会离婚。说着抓住我手腕，语气软了下来。娇娇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打了我，我都没跟你爸说，我保证以后我都不喝酒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眼神鄙夷。你上次也保证过，结果呢？他扑通地跪在地上，拉着我的上衣，祈求我原谅。求求你，娇娇，我们不要离婚。眼见我没有理他，他拿起我的手往他脸上打，我强硬地缩回手，退后几步。他抬起双手，一下一下左右交替打向自己的脸，边打边忏悔。我真该死，怎么能打老婆？都是喝酒害的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翘起2郎腿，冷笑看着他一切行为。他偷偷看向我，看着我冷然的表情，慌了，于是跪走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，趴在我腿上。心酸一下涌上心头。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不伤心是假的。不过我知道，再不忍心，我也不能原谅。原谅他，就是对不起我自己。我可不想一辈子都在家暴中度过。我无情推开他，离婚协议我会再打印1份，你不签字，我就起诉离婚。不要试图转移财产，公司账上和你银行上的余额我都保存下来了。他双手抱着我的腿不撤手，嘴里一直求饶，更是单手掏出手机打视频通话给我爸爸。我爸爸很快接听。林天阳对着手机痛哭流涕：爸，你劝劝娇娇，她要跟我离婚。呜。手机那头，我爸生气的声音传来：李娇，你搞什么鬼？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把我爸移出黑名单，把林天阳打我的照片通通发过去。你先看看你手机，如果我这样你都能接受的话，那我就无话可说。过了5分钟，视频那边的暴喝声再次传来：林天阳，你这混蛋，打我女儿打得那么严重，上个月打给你，你还说只是轻轻打她2下，这是轻轻2下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打死你。娇娇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明天就订机票过去。林天阳提高音量叫喊着：不是，爸，娇娇也打我了，我也拍给你看了，我可是住院了1个月呢。我爸怒吼着：你怎么不去死？眼见我爸没站在他那头，他快速挂掉视频。我嘲讽一笑：林天阳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是男人，我们明天就离婚。哦，对，你不是男人，你第1次打我的时候就发誓了，再打我就不是男人。他站起身，阴恻恻地喘着粗气盯着我，下一秒上前扛起我，勾起唇邪笑：我是不是男人？你试试就知道。我双手乱踢，弯起手肘打向他的腹部，他受痛扔下我。你！林天阳捂着肚子，气急败坏地瞪着我，不识好歹。他气急抽出裤子上的皮带，甩着皮带抽在我身上。我猝不及防，受了一皮带，背过身子。我打开手机微信，聊天界面排在上面的是刚通知我练习时间的刘云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把位置房门号发给他，又打了2个字：报警。我把手机放在书架上，转身嘲讽：林天阳，你真是个贱人。听到贱人2个字，他双眼已经充血而变得异常狠厉吓人。他一字顿道：你再说一遍。林天阳，你这个贱人。他丢下皮带，捏拳往我扑来，我拽着他的手，
给他来了一个过背摔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狠，眉眼间透出一股狠厉的气质。在我猝不及防时，他双手用力抱住我的双脚，把我带倒在地上，我的头重重摔在地上，我瞬间眼冒金星，使劲摇摇头，想恢复清醒。他跪坐在我身上，双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救命！我双手扣着他的双手，他似是不知道痛，双手被我扣得鲜血淋漓，依旧不撒手。喉咙处的疼痛阵阵传来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我的眼神不再清明，渐渐涣散，双手无力垂下。在我以为我要死掉的时候，刘云赶来，把林天阳一把撞开。我捂着喉咙喘着气，眼神渐渐清明。林天阳随后被赶来的警察擒拿住，看到刘云扶着我，他还暴怒挣扎着：“李娇，你这个贱人！果然外面有人！你这个贱人！”我捂着脖子，哑着声音向警察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他家暴我。”警察安抚：“放心，我们都看到了。”我拿起书架上的手机，关掉手机上的拍摄视频，点开视频。视频里清清楚楚拍下林云阳打我的画面。刚刚和林天阳争吵时，我就意识到他不会和我轻易离婚，于是我故意激怒他，录下证据，之后协商起诉都会变得容易，并且只要他一半的财产，对他太仁慈了，拿到证据，我才能拿到更多的财产。警察拍照取样，几个警察先押着林天阳上了警车，个女警察带着怜悯的眼神看我：“我带你先去医院开诊断书。”我点点头表示同意。在医院弄好，我又前往警局录好口供。林天阳被行政拘留15天，走出警局，我向刘云表示感谢，并告别回了家。隔天早，叩门声响起，娇娇，娇娇，是林天阳妈妈的声音。我慢吞吞地起身，去洗手间洗了把脸，才打开门。怎么那么久才开门？林母抱怨出声，林爸更是一脸怒气看着我。刚坐下，林母开口：“天阳被你送进警局了，我们昨晚接到电话，早上刚处理好就过来你这了。你说你夫妻吵架，怎么还闹到报警了？”他嘴巴络绎不绝，一直念叨个不停。林爸出声：“你快去警局签谅解书，把天阳放出来。他都已经1个月没去公司了，公司都乱成什么样了？”我笑笑：“我不会去的，等他出来，我还要起诉他蓄意杀人。”林爸大手拍响桌子，一脸怒容：“天阳怎么娶你这样的女人？你们可是夫妻？”我的语气冰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嫁给他这样的男人。他打我的时候，可没想起我们是夫妻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要现在的房子，公司50%的股份，还要300万，你们带去给他签。如果同意的话，我就去签谅解书。林母站起身，手指头指着我，气得开口：“你如果不同意，我不介意起诉，反正昨天只是家暴，我这个视频去报警，那就不是行政拘留15天那么简单了。”林爸猛地打了林母巴掌，破口大骂：“贱人！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真是丢林家的脸面，好吗？”原来林天阳的家暴是遗传了他爸。林母捂着脸，一声不吭。林爸指着林母大吼：“还不拿着离婚协议去警局？这样的媳妇不要也罢，再不把天阳放出来，是想弄得人人皆知吗？”林母点点头，收起桌子上的协议，跟着林爸离开。下午，林母给我打电话：“离婚协议我们签好了，你过来警局。”到了警局，在警察面前，我接过离婚协议。在警局，我签了谅解书，林天佑当场被放了出来。出了警局，
林母抬拳往林天阳身上打去，贱人，你怎么老是给我惹事啊？看到一家人的骚操作，我终于知道林天阳对贱人2个字那么敏感了。感情他爸打他妈，他妈打他，他的怒气宣泄不了，一结婚后就宣泄在我身上了。林母打完他后气哄哄离开了。我开口，现在去民政局吧，资料我都带好了。林天阳双手捏紧，一动不动。你不去的话，我不介意再报警告你蓄意伤人，那跟家暴可是不一样的。他瞪大眼睛，凶狠地看我。李娇，你真狠。我笑了，这都是你逼的。我拦了辆车，前往民政局。不到1小时，离婚证终于拿到手，终于解脱了。又拉着他去往房产局，直接把名改成我的。拿着离婚证和房产证，我转身离开。他开口叫住我，语气带着不舍：李娇，可以原谅我吗？我们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你别离开我。我被他气笑，摇摇头，不知他哪来的脑回路。他气急败坏地上前追问：我对你不好吗？只要你要的，我都给你，家务活更是不让你做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你对我好，可是你打我。他低着头，口中直念着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林天阳，我叫住他。他带着蜥蜴的眼神盯着我。钱今天打到我账上，晚上8点前我收不到钱，我就去报警你蓄意伤人。不顾他失望的眼神，我转身消酒离开。你的对不起可能是我一辈子无法忘怀的重梦，你的对不起真的很廉价。林天阳，我坚定转身，对他的道歉置之不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